你知道吗？90%的人都在进行无效练字，投入大量的时间，成果却不如预期。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字体有改变，那么就很容易想要放弃哦。影响练字成败的关键因素到底有哪些？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有效的练字。嗨，我是君玲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如果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热推这则影片哦。关于练字，你必须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，练字不是花时间练就有用哦，早也练，晚也练，但是书写的方式没有去做改变，那么写出来的字仍旧会是原来的样子。为了跳脱知识的框架和旧有的书写习惯，你必须彻底的模仿，才有可能改变字体书写的状态。这个意思是，你不能只是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你得找个想学习的字体，跟着它，模仿它写。建议你先替自己准备一本字帖，字帖里的字的风格是你所喜爱的，然后就要全然的接受它，开始模仿，把目标放在写出跟字帖的字一模一样的字体。有了这个目标后，你会去观察字体的架构、书写的逻辑，这样才能有办法在纸上复制字帖的字。君令会建议你所找的字帖一定要有纵线跟横线的存在。纵线跟横线是我们在摆放笔画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。有纵线跟横线的帮忙，我们在模仿字体书写笔画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哦。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有意识的模仿字帖上的字了。有意识的意思就是知道自己到底在模仿什么。你不是只是写的过程中，要去试着了解笔画为什么这么安排，原因是什么。那我就用画面上的这个示字做说明，你要把这样子的观察放到你自己所习写的字帖上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字体的位置，位置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笔的位置哦。是这个字呢，是左中右结构所组成的，在横向的部分拼凑了3个部件，因此它在横向部分书写的空间会比较大，字形也会显得比较宽。所以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呢，我们就要让它往左边移动，这样子呢，旁边2个部件才能够塞到这个格子里面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笔要下笔在什么点。第一笔下笔的点呢，我们可以利用纵线跟横线帮助我们找出来，在纵线的旁边多少的地方，在横线的上方多少的位置，注意这个点的起点，再注意这个点的终点，把起点跟终点找出来，中间再加一些弧度变化，我们就可以模仿出很像的这个点，并且把这个点书写在同样的位置咯。接下来的横画也一样，起点终点，下一笔的横画起点终点。当我们模仿出起点终点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模仿了位置，我们还模仿了长度。那么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一边建立自己的概念，它为什么这么写，它的理由是什么。比如说下面的这几个横向空间的笔画，他们做到了什么，在君令给你的教学影片中带给你的观念还记得吗？他们有做到了等距均间的安排。好，在每一个笔画的起点终点我们都抓到了，那么有些笔画它有了转折，那转折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要在意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转折的点。比如说以这个口部作为示范，这个口部的第一笔是竖画，简单的找出起点跟终点就可以完成了。那么下一笔是横折，那横折的部分呢，起点、转弯点、终点这3个点如果出现，是不是这个笔画就被连成了呢？所以简单的笔画只有起点跟终点，很好处理。复杂的笔画起点、转弯点、终点，把它拆解成这个样子，其实你也可以很顺利的模仿哦。找出笔画的起点、终点、转折点，就是在试着拆解、剖析，直接切开笔画最深层的秘密。当然，我们就可以在格子中同样的位置复制出它来，
这个观念很重要，你要把它记起来哦。我讲的这么快，不知道你理解了多少？没关系，我来示范给你看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一点的位置。第一点的位置，利用纵线跟横线找到，大约在横线的这边，然后纵线的这里。好，看一下它的起点跟它的终点。起点跟终点的位置抓好之后，我们就下笔咯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模仿第二笔的起点跟终点咯。起点跟终点的位置一样，利用纵线跟横线的关系找到。那我们找到差不多的位置，从这边下笔，要到这边结束。所以看准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下笔，然后到终点的地方记得要停哦。接下来的横画呢，找到横画要书写的地方，然后从起点写到终点。接下来下一笔跟着找到相对的位置，再从起点写到终点。接下来的口部的地方，第一笔的竖画很容易找，一样它有一个起点，再到终点，所以在这两个部分把它串联起来之后，竖画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在横折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必须找出起点、转折点跟终点，所以我们就先找到起点的位置，接着它在这个地方转折，写下来。所以下面一个横画的起点跟终点，当笔画里的起点、终点，甚至转折点的位置都被找出来之后，把这些点串联起来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模仿出一个类似的字体咯。接着我们要把学习的层次再更加提高，让你不只是模仿，还要试着去体会一下笔画这么摆放，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在模仿字帖的字体时，请你也要加入对这个字体的架构所做的分析，这样可以帮助你去理解这个字帖在书写这个字的时候，它的背后运作原理是什么。如果能够理解它的背后运作原理，那么将来在遇到类似的字的时候，你也有能力去书写出比较好看的字形。那么左边的部件完成了，中间跟右边的部件又该怎么办呢？左边的部件跟中间右边的部件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的关系。我们在写中间部件的依据就是最左手边的部件哦。部件跟部件中间，我们要留有适当的空隙，才不会让部件之间显得太过松散或是太过拥挤。那么你可以按照君令刚刚教你的方式，找出笔画起点、终点、转折点，去帮助自己顺利的完成接下来的部件。找好中间结构的点画的位置，从起点到终点的位置都看好之后就下笔。接着再看一下下一笔的部分，下一笔的部分大致在什么位置呢？我们就可以利用纵线来评估，还有它跟横线之间的距离。我们抓好位置之后，再下一笔。模仿的时候，尽量把起点跟终点以及笔法都加以模仿。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点画的部分，从起点写到终点，模仿它的长度，模仿它的笔画。下一个笔画呢，一样起点写到终点。接着呢，我们要下横画了，横画看一下长度到哪里，从这里到这里。好，看好之后我们就下笔。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部分，一样。总之你在模仿的时候，你必须很清楚自己的笔画要从哪里开始，然后笔画呢要到哪里结束。一边模仿，一边瞄着字帖上的字，每一笔都尽量学习到位。那我们再看最后的部分该怎么做呢？最后的部分它从哪里开始起点，我们就要跟着找到相同的结构点，相对的位置去，然后它是怎么样去书写的，我们就要跟着做。那它书写到什么位置才勾起，我们也要看清楚，然后跟着做哦。好，那撇画部分从哪里撇到哪里？
弧度是怎样，我们也试着加以模仿。好，写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稍加比对一下两个字的部分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写出一模一样的字，但是字体的结构跟书写的感觉，我们要尽量模仿到位。模仿完了之后，把自己书写的字跟字帖上的字加以比对，并修正写不好的地方。在修正的同时，你得不断的进行观察，字帖上的字是如何架构摆放笔画。你在书写的时候遗漏了哪些小细节呢？这些小细节可能就是决定你的字无法进步的原因哦。那么你也可以多书写几次，借由每次的书写去修正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。面对写字，很多人最大的困扰是，我的字不管怎么写都很丑。那么原因可能就在于笔画摆放的太过随意。其实一个字呢，就很像一栋精巧的小房子，每一笔在书写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位置跟结构原则，哪一笔要撑起重心，哪一笔要留出空间，哪一笔得放在什么样的地方，这些都不是凭感觉去运作，而是有许多的规则在交叉进行。当笔画能够各就各位，那么字体自然就会稳定，结构自然也会平衡，然后也会开始变得好看咯。我们从模仿字帖中去学习，可以减少你自我摸索的时间。再搭配我帮你分析的起点、终点、转折点，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思考笔画摆放的方法。少了一大段练字的摸索期，你可以把时间精准的投入在练字上哦。如果你需要更有系统的课程学习，可以参考留言栏处和资讯栏处的讯息。你也可以透过免费电子字帖的下载，开始自己的练字之旅哦。每天抽点空，写几个字，感受一下自己的进步，让自己抽离一下忙碌的生活，很自在的投入在练习之中。时间和岁月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成长会在点点滴滴的练习中慢慢的累积哦。你可以把这个频道当作是你练字的伙伴，君令和你一起见证字体的改变哦。请在留言栏处写下我想看到自己的改变，让这句话陪着我们更有动力前进，往前追寻更好的自己。练习时，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栏处提出哦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